Hello，大家好，我是魔蓝天。今天呢，我们来玩眼前这款 SS 系列的首款泰坦级玩具变4钢索。首先呢，来看一看外包。众所周知，现在的泰坦级呢已经开始严重的缩水，所以这款包装的尺寸并不大，长度是43公分，高度是33公分，而厚度呢是15公分。盒子各面的图案呢，基本都是电影中钢索出场时的画面。背后呢，则是玩具的人形及恐龙形态。好，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拆出来看看玩具实物是怎么样的。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这款玩具的。内包方面呢，主体一包武器，还有一张说明书。而这个主体呢，仍然是这种塑料绳进行固定的。你拆下来之后的话，是并没有办法完美回合的。所有内容物拿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些配件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组装。首先是它的武器，拿出它的大锤子的最底端，翻出来，然后它的每一个连接桩啊都是这种6边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插错。中间的这个手柄部分呢是有3节，按照说明书来说的话，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圆呢是插在最上边。其次，带弧度的这个造型的是在中间，当然了，这你也可以随你的喜好来进行更换。最后顶端插上我们这个大锤头。好，这把武器就组合好了，还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是它2个手里变成了这个大铁球，带刺儿的这种大铁球，它是左右合的结构。这个呢，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是直接可以插在手上，左右一合就行了。现在暂时可以不用装。最后呢，当然是我们人形恐龙头上的这个挡个大牙，现在是没有牙的状态。我们需要把这2个牙剪下来之后给它插上。当然了，这个牙也是一个软胶的设计啊，不用担心会扎伤。当然，身上也是有一些细节需要进行调整。首先是头部，我们要把钢索标志性的角翻出来，然后手臂调整到正确位置，把侧面的这个装甲翻出来，然后下面小腿的部分，小腿的盖板打开，然后把膝盖的一个尖刺翻出来，然后下边脚部前脚掌的同样是2个尖刺给它翻出来。最后呢，我们来处理一下后背以及它的屁帘部分。首先后背的话有2个小龙爪，这个你开合之后很有可能会松，能看到它这儿和背后是有一个结合固定的卡扣的，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把它按进去，这样的话它就固定好了。而最后这个屁帘部分呢，要注意一点的话，首先是把这个灰色的浅灰色部件我们先给它抬起来，抬起来之后的话呢，然后把这个深灰色的部件，因为它这块是有一个卡扣扣住的，我们把这个卡扣扣松，给它往前推，往里推，推到头，这边也是要往里推，推好了之后的话，然后把这一片继续往上翻，翻好了之后，我们给它往下，把这个屁帘往下折下来之后的话，这2个卡扣就能够够到了，给它扣住。这2块固定好了。最后呢，就是这个真正的屁帘部分的话，只需要给它左右展开。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款泰坦级的钢索从开盒之后啊，所有的细节部分的话都调整好了。首先，钢索在人形站直的情况下，它的身高到头顶的话大概是34公分，而算上头顶尖角的顶端的话，大概是37.5公分。而和同样缩水以后的泰坦级星际擎天柱相比的话，它的身高仍然还是比星际擎天柱又要矮了一头。而和同系列的变4擎天柱相比的话，这个身高比例的话还算比较和谐。重量来说的话，我们在不拿武器的情况下，它的重量是1130克。如果我们把配件和武器都放在一起，则可以达到1310克。人形的正面来看的话，细节是非常的丰富，毕竟有电影原始数据的加成，并且把尺寸做大，身上的很多细节做的是相当丰富。同时呢，身上还有这种金属绿色的一个涂装，让这款钢索呢显得更有一些金属的质感。
而从背后来看呢，整体的收纳还算是比较干净。当然，最突兀的就是腰部两端这两个像腰包一样的东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款玩具的可动。首先，头部左右的平转，然后略微的低头都是可以的，抬头做不到。而左右的平转也幅度没有太大，是因为领子的关系比较高。同时呢，还做到了它这个嘴部是可以进行一个开合的。但是说实话，我印象当中，他在电影当中钢索好像说过一句话，还是一个远景。同时呢，还并没有见过它的人形嘴部开合的样子啊。这个毕竟它长时间都处在一个龙形的状态。肩膀，首先大臂的360旋转没有问题，而且是很清脆的一个齿轮关节。然后大臂的平举，同样齿轮关节。然后结合着肩膀这里的另外一段关节的话，平举可以轻轻松松超过90度。然后大臂可以进行一个360的旋转。肘关节呢，只能做到90度的一个弯曲，而手部、手腕是可以进行旋转的。而手指呢，它做到了一个4指进行开合，但是很可惜啊，它这个手指关节只在根部做了一个可动关节，这个剩下的前半部呢，它是一个固定的，所以如果你把手张开来说的话，它这个造型还是比较怪异的，不太好看，所以平常还是做一个攥拳的造型比较好。腰部呢，可以做一个360的大回旋。这一点很不错。然后下边裙甲前裙甲的部分是向前来开，然后两边侧裙甲可以抬开。抬开之后的话，下边大腿根部关节仍然是一个齿轮关节，前踢幅度很大，可以超过90度。然后后蹬来说的话呢，我则需要把这个屁帘稍稍给它往上让开一点，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很好的踢将近一个后踢一个90度。然后侧踢就更不用话下了，它还是一个齿轮关节。我们把手挪开一些的话，侧踢可以也是轻轻松松超过一个90度的幅度，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大腿是有平转关节的，膝关节同样是齿轮关节，但是只能做到一个90度的弯曲。而最后脚踝呢，我们看到它脚踝往后是不行的，它可以稍稍的往前，齿轮关节可以往前调整。然后同时它的左右接地也是一个齿轮关节，还是非常清脆的。可以看到，虽然这款钢索作为泰坦级玩具身材巨大，但是它用到了很多这种齿轮关节，而且特别强调一点，一呢，它这些齿轮关节听起来都相对比较清脆没有那种纯是那种硬摩擦那种生涩感。第二点呢，就是无论是它这个大腿根部关节，还是它这个接地关节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它的齿轮关节的每一个齿位都没有那么大，它不会像有些玩具齿轮关节没错，我一格抬出去之后，咵就一个大劈叉，要不然就是一个这个立直立正，就它没有一个中间点。这回这个点就做得很好。这个接地也是，接地我们玩过很多玩具也是它虽然是齿轮关节，但一个齿位就弯的幅度非常大，要不然就是平的。这回这点钢索的话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值得表扬一下。接着我们来看一看这回钢索所附带的一个武器。首先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大锤子，这个呢也是在电影中出现过，但是呢在之前的 SS07 那款 L 级的钢索当中并没有附带的一把武器了。这个武器大锤头还是挺大的，然后中间有1段、2段、3段、4段的一个可以拆卸的一个那个握柄，可以随你的喜好进行调整。然后下边呢也是这个同样这个锤子上也是有这个金属银漆的一些做旧的涂装。而它拿握持的方法呢，就是靠这里它有一个凸起，然后我们把钢索这个手部这里打开的话，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滑槽，我们就把它这个凸起直接卡到这个槽当中，然后一握，它就可以很好的这个很紧实的把这个锤子握住了，握持力度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然后包括你这样举着它也是没有问题的。而另外一个武器呢，则是一个灰色塑料原色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刺儿球，带刺儿的一个，也是带刺儿的一个锤子。它呢是左右两端拆开之后的话，靠这两个很粗的一个圆柱，然后直接卡入到这个手臂当中这个手心这个圆洞当中就可以了，上下进行一结合。换上之后的话，这个造型就和当时 SS07 那个钢索就很像了。同时，如果你
把这两个武器啊配件，你不想手持的情况下的话，也是在背后有收纳的。首先这个带刺儿的锤子、带刺儿的球，它是可以卡在这个背后啊龙的这个小爪当中，这边有一个洞，哎，我可以把这个球卡在这儿。而另外一把大长的锤子呢，我们拿下来之后，看到它下边这里还是有一个凸起的，它呢可以卡到这个龙的这边，这边有一个槽，可以把它从这儿卡进去，哎。卡好了之后的话，这样就是它背后有一个很好的收纳了。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武器背在后边还是可以啊，挺不错的。这个毕竟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武器嘛，而这个短的这个刺儿球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收纳的相对比较一般一点了。最后的最后，当然了，我们也要把最早推出过的 SS07 这款 L 级的钢索啊放在一起，直接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首先身形的差距是一目了然的，毕竟一个是泰坦级，一个是 L 级。而身上整个的造型来说的话呢，由于这个尺寸相对它比较小一些，然后它的这个细节也不马虎，所以显得身上的细节更密，或者说是更精致一些。而这个大的钢索呢，显得就把一些细节给它放开了。然后同时呢，另一个区别比较大的是它这个龙头和龙爪的位置，两个龙头的话，这个两个龙头这个小耳朵部分啊，这个在这回泰坦级钢索当中的话，它是整个收进去了，就不用再露在外边了。同时呢，这个龙的爪子小爪子部分来说的话，它是收在背后了，而并没有是放在这个手臂上。而右手这个造型，之前的 L 级是直接是这么一个武器造型，而这回这个泰坦级呢，终于是可以有双手的这么一个造型了。而翻到背后来说的话呢，就感觉还是由于这个 L 级啊，它把有些东西挂在了手上，所以它的背后显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而相对于这款泰坦级来说的话啊，这泰坦级还是说了，就感觉最突兀的就是这两个像腰包一样的东西了。这两个挂在后边的话，显得更加的这个不和谐一些。同时，刚才提到的，它身上泰坦级钢索这回它的身上啊，同样是有一些这种金属绿色的做旧涂装。乍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啊，觉得还是有一些这种金属感觉的。但是和这个 SS07 放在一起的话，就能看出一些差距了。SS07 我们看它身上也是用这种金属绿色啊，做出一种这种做旧的这种涂装的。而且，首先它的身上的这个涂装的面积比较大，而且呢，它没有涂装的地方的话，它是用这种深灰色。有点近似黑色的这么一个塑料造型，这两个颜色配在一起的话，整体就把这个色调偏暗，然后让这种金属感或者让这种真实感就更加的好看一些，或者是没有那么假感觉这个塑料感。而这回泰坦级钢索呢，我们看到它也用到了一些比较深的灰色啊，但是像一些大臂呀，然后膝关节这里啊，然后包括脚这里啊，它用的是这种浅灰色的塑料。这样一搭配一起的话，你单独摆放感觉看着还行，但是你和 SS07 放在一起的话，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就更加的偏塑料一点，或者说是就没有那么有金属感，那么有质感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给这款泰坦级的钢索进行一个变形。说实话，这个钢索的变形，我最期待或者说是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它这两个龙头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收纳啊。这回这个泰坦级的钢索处理的还是挺巧妙的。那这个玩具尺寸也比较大，那我们就分成局部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清晰的变形展示。这里逆变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大家，它这个脖子下边这块零件，当你逆变回去往上扣的时候，第一是要小心龙头侧面这块会有一片零件，这个你扣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干涉在这儿，要小心，千万别一使劲咔吧把这块这个小零件弄折了，或者是对这儿造成损伤就不好了。你看，
所以最后你扣这个胸甲的时候，把这个边的龙头稍微抬起一点来，这要注意。第二点要注意的话，就是当你扣的时候，一定把这个脖子下边这个黑色、深灰色这个零件多往上抬，它要放到这个胸口零件的上边，也就是这样，放到上之后，这样两边才能够很好的扣进去，不会弹开，同时这个脖子也不会往下掉。哎，如果是你并没有把它这个放到把这个脖子零件放到这个胸甲的上边来说的话，它有可能会干涉住。干涉住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你摁住这边，扣住这边的，这边崩开，然后扣住这边，这边又崩开了。同时呢，这个脖子你往下活动的时候呢，它还会往下沉。哎，这一点的话要注意一些。
钢索的霸王龙形态的话，从侧面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长。我们拿尺子来量一量，从龙头的部分一直到尾巴尖儿，大概足足得有65到66公分左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这次的霸王龙造型，由于尺寸的加成啊，这个变成龙之后的个头还是很有气势的，而且整个恐龙的这个造型一体性的话，完成度还是相对可以。只是这个龙脖子的部分，然后加这一块的话，感觉包裹性稍微差了一些。这个尾部的处理是非常妙的。而从龙头来看的话，这个龙头非常大的一个头部，张着血盆大口，但是很可惜，它这回并不能做出一个咬合的状态，它只能是上半截有一个简单的活动，而且即使把上半嘴给它按到最下方的话，它也不能做一个咬合的动作，而且这个造型也比较奇怪，所以我们只能姑且把它当做一个不可动的头吧。然后眼睛是红色的涂装，整个头部这里的话是完全是这种金属绿色的一个做旧的一个涂装。而嘴内部的话，除了这个牙齿是软胶件之外的话，还做了一个舌头的造型，同时里边这个呢也会有一个插孔。这个插孔可以把你手头有的这些特效件，找一个喷火的造型插在里边也是可以的。而下边这个龙脖子的部分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啊，它的这个里边暴露的东西比较多，相对的这个不太美观一些。而这个小爪子呢是有一定的活动性，它根部是可以旋转，然后爪子这个中间的关节也是有活动。而这个两个小爪子这块呢是可以进行左右的一个360的一个平转，它是一个魔物关节。而这回刚才提到的变形之前提到了，就是它这个龙头的处理的话，是和 SS07 完全不一样的，还是挺有意思的。SS07 呢，它是把另外一半龙头分成两半，收纳在尾部了，而这回呢，它是相当于把另外一个龙头的这个牙齿部分转上来，变成了这个霸王龙的下颚部分，然后把这个头顶部分呢单独分出来之后贴在了这个脖子的地方，这个设计啊处理的话，我觉得还是算挺有新意的。然后在我后看的话，这个大腿啊很粗壮，同时呢，由于这个之前这个大腿侧面的装甲提到了上边，小腿的装甲提到了上边，下边的话呢，这个塑料原色上还简单的算是补偿性的啊，增加了一些涂的并不那么好看的一个金属的银漆做旧。然后爪子的部分还是人形的爪子，它只不过是这回做出了一个开掌的造型，把这个爪子劈开了，但是仍然是塑料的原色，显得有些塑料了。刚才变形的时候注意到了啊，这个如果你把大腿根部这个关节扣死，它这个大腿是不能转的了，只能是小腿这里进行一个活动，和这个脚部进行一个前后的活动和左右的接地。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不把它扣住啊，不把它扣住之后的话，这个霸王龙的大腿部分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活动了。你可以把两边的这个咱们给它扣开之后的话，调整一下就可以做成一个这种低头捕猎的一个造型是可以的，或者说你给它稍稍的往上抬一些，这边是把大腿往上抬一些的话，就能够做出一个仰天长啸的一个造型是可以啊。所以我觉得摆造型来说的话，建议还是不把那个扣扣住啊，那个扣完全没有用，而且扣住之后啊，显得这个霸王龙两腿啊就夹得特别紧。我们这么有气势的一个霸王龙啊，对吧？就不应该是那样的造型。而另外一个让我比较惊喜的点呢，就是这回有武器的收纳，是吧？一个是首先是它那把大锤子，这个大锤子变成龙形态之后呢，并不是说没有地方收纳或者是挂在外边，而是形成了整个霸王龙一个非常粗壮的一条大尾巴。这一点我也是很喜欢的啊。它扣上之后的话，尾部造型又好看又饱满，同时呢武器收纳也很好。然后呢，我们自然而然也要拿出之前的 SS07L 级的钢索和这回泰坦级的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这个尺寸上是差距明显啊，明显是一个爸爸带的一个儿子的这种感觉。但是还是回到那句话，论涂装来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这回之前的那款 SS07的 L 级，它的涂装面积更大，而且呢显得这种金属质感更好一些。当然了，恐龙形态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玩法，就是和之前推出过的这款变4的 L 级骑士擎天柱进行一个互动，它可以骑乘，这个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吧。这回终于可以实现了。它呢是用到了霸王龙顶部这里啊，它这儿刚才翻起来之后，这是有一个像支架一样的那个圆柱的桩，它呢是要插到擎天柱啊，它这个屁股这里，它这儿正好也是可以
插支架上没个孔，这两个地方进行一个结合。同时呢，把背包下半部啊，车前盖的部分的话卡在这儿，卡在这里的话就 OK 了。然后把前裙甲要抬开，抬开之后的话，它这儿是有一个，看到龙这块是有一个梯形的一个装的。哎，这个梯形的装呢，应该是正好和它这个擎天柱前裙甲这掀开之后，这儿有一个梯形的洞，这3点进行一个结合。我们把它擎天柱骑上去。OK，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款骑士擎天柱就可以很好的骑在了这个宝昂龙的身上的脖子上了啊！不得不说啊，这骑上之后还真的是非常帅的。当然，我们把擎天柱的这个剑也给它拿住。我们摆一摆电影中那个造型啊，骑上之后的话，然后举剑，哎，怎么样？大家感觉如何？我感觉骑上之后，虽然说没有那么的自然啊，但是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很不错了，非常非常好，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 SS 系列的首款泰坦级变形金刚真人电影4的钢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